今天来分享徕卡云这边最近的活动。他家呢现在服务器低至9.9人民币，那这个机器呢目前已经售罄了。然后他家主营的就是香港、韩国、美国，都是 CN2 比较优质的线路。比方说你海外做电商、TikTok 运营都还不错，但配置一般都是给的蛮足的。我今天会使用这台机器跟大家分享，就是韩国的 CN2 4+4的这个配置，然后好像是30M 的套餐，然后这边呢还会有独立服务器，独立服务器的话配置可能会更高，价格是按每月来算。那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韩国机器，它这边显示的是 CN2 大带宽的，我们可以在这边重新安装一下系统，CentOS、大扁、无版图它都有。这边是我们的公网 IP 地址，延迟呢从韩国过来非常优秀。之前有大佬看这个 TTL 可以看出它经过几个路由节点，然后给它一个连接名称，然后把 IP 复制进来，往下滑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就连接到这台 VPS 上。论坛小伙伴说的娱乐脚本，测试一下我们这台机器。我们因为是无版图嘛，我们就先运行这个。下载一下 CURL， 安装好以后呢，我们 Ctrl+L 把屏幕清一下，运行 Line 的一键脚本。我们来到脚本主菜单，选择1，我们看一下基础的一些信息。无版图的 22.04， 内核版本是 5.1.5， 然后我们看4核心，内存4个 G， 硬盘30个 G。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它在首尔。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测试脚本啊，这个8已经迭代了一下。我们把脚本都分门别类了啊，比方说第一个那就是解锁状态啊，第二个是网络线路测速的模块，第三个是硬件性能的模块，第四个呢是综合性能模块。未来的话会在这几个模块当中扩展更好用的测试娱乐脚本。我们选择1啊，看一下 IPv4 呢是解锁的。我们这些呢都是应用了市面上主流的测试脚本来为我们做支持，所以感谢这些大佬的辛勤付出。整体看上去韩国这边还是挺香的啊，包括 Spotify 它都是原生解锁的， TikTok 也是解锁的。我们先用16啊，看一下它的线路怎么样。 OK， 通过测试呢我们可以发现电信呢都是 CN2 的。那我们用 NS 论坛大佬俗称的娱乐脚本来测试一下12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娱乐脚本。因为这个脚本呢，像我们的 CMIN2 的这个线路它没有收录，线路呢它可能测不到，主流的线路它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总体上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种细致的呈现，看到了吗？这边的电信是 CN2 的 GIA 线路，联通、移动啊都是比较普通的线路，上海电信也是 GIA 的线路。其实跟我们刚才那个快速测试结果相当。我们发现它移动也走的169，也是比较疑惑的啊，疑惑点我们待会儿再揭晓。我们脚本多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脚本来佐证，至少电信都是走 CN2 GIA 的。看一个好玩的，这个脚本呢好像很多厂商都做过技术支持，相对认可的一个测试脚本。那我们选择14啊，先看一下大体的情况。它是一个路由非常漂亮呈现的，我们选择1，然后选择4网，让它来测。确实是 CN2 GIA 的，然后也是59打头的，到首尔的 CN2 电信的机房，然后直达上海啊，再去北京。我们再看北京的联通，然后我们发现移动这边确确实实刚才跟我们监测是有点相似的，它这边呢是先从联通这边到北京后切网啊到移动。我们看一下教育网也是回联通，然后再切到教育网。如果这块呢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的一个城市，那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IP 输入进来，这边呢15家里的公网 IP 地址，也可以在这里面选离你近的。广州这边啊，离我比较近，那我看一下我的移动怎么样，我把 IP 复制进来回撤，我们就可以去测对应 IP 回程线路。这边唯一不同的是会给你提供一个链接，我们点开链接看一下啊，它会给你一张世界地图，会告诉你是怎么流向的。我们可以看到起始点在这儿，然后到首尔
到北京到香港，然后再到广州吗？这块可能是一个显示上的一个错误啊，它应该不会到北京，它可能 IP 识别错了，到北京不可能延迟这么低。OK，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其他区域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湖南电信，依然到首尔，北京电信湖北武汉到长沙，这条线还是蛮直的，其实还好，都是先到北京，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对你小机的一个网络运转稍微有些概念，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功能。当然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小瑕疵，就是我刚才那个 IP 会跳。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性能CPU 也属于主流偏上的。21我们看完，我们看22这个脚本也还不错它也是 Geekbench 5的测试，测的更细节。这个呢需要花一些时间，那我们稍等片刻。那这个呢其实跟我们刚才 CPU 那个测试是用的同一种方式，所以它们的结果是差不多的。还有我们自己可以保存的链接，我们点一下看一下什么内容这边就用网页的形式给你呈现每一个参数包括每一项的测试结果。你关注哪个方面的性能，你都可以在这里头去查看如果不理解的话，可以翻译成中文。这是针对机器的性能来去做的一个测试。当然缝合怪大家也可以去用，缝合怪有一些局部，所以我就一般来讲不是特别喜欢用。这边呢我一直以这边的这个 IO 性能、磁盘性能来做标准。这个硬盘参数呢是比较一般的，大概看一个全球的带宽延迟的一个情况。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跑满带宽的，上传下载那就是出站进站都是30兆，这个延迟也是比较不错的。随便测了几个节点基本上延迟呢都是在100以内的。当然韩国这边确实回国比较好一点，未来的话他们家隔三差五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着重留意一下。还有他家的话是国内的云服务器厂商，当然是需要实名有缴权的营业许可资质，他们应该是在广东广东省。当然还有什么新客专享套餐，还有特价服务器优惠套餐、独立服务器优惠套餐，就是更详细的一些产品，更进阶的一些产品，还包括 CDN 的一些服务，还有游戏服务器大家之前那个幻兽帕鲁玩着对游戏服务器其实需求还是蛮大的，亲朋好友来一起玩一些私服也都是可以的。好，这就是今天徕卡云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